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海鲜的科学。首先呢，现在外面在下雨，希望大家不会因此听到雨声吼。那我们今天有3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怎么样可以把淡水鱼煮得跟海水鱼一样好吃。第二个部分呢，是in general而言，海鲜烹煮有什么重要的共通的规则。在第3个呢，是关于这个市面上其实充斥非常多假海鲜的问题。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首先第一问，要怎么样可以把淡水鱼煮得像海水鱼一样好吃呢？以结论而言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要把淡水鱼煮得像海水鱼一样好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味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要讲到渗透压。好，那关于渗透压呢，大家小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了，我们这边来温习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淡水跟一个盐水中间隔着一个半透膜，由于浓度不同的关系，会产生一个压力，淡水里面的水呢就会跑到盐水这边来，那它们两个之间就会产生一个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呢，乘上盐水的密度还有重力加速度，就称为渗透压。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抽象啦，但是说成简单一点，就是说呢，两个液体之间的浓度差距已经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足以支撑这一段液体的重量，这个就是渗透压。那么渗透压呢，也是一个常在生物学上讨论的问题。如果细胞外面的渗透压比较低的话，水会跑进细胞里面，导致细胞破裂。但是如果细胞外面的水浓度太高，比方说当我们泡在海水里面的时候，我们细胞里面的水就会很想要跑到海水里，造成细胞变成越来越干瘪。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图表上来看的话，左边这个浓度高的盐水就是海水，右边这个浓度低的就是我们细胞里面的生理食盐水。所以一般而言，如果我们泡在海水里，理论上我们的细胞是会变得非常的干瘪的。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在海水中存活呢？因为细胞其实可以耗费能量，从海水中汲取水回来进到细胞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一只淡水鱼放到海水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淡水鱼其实不会死掉的，但是由于它细胞内的水会一直不断的想要跑到海水里，所以最后这个淡水鱼呢，就会因为一直不断的耗费能量提取水分的关系，最后衰竭而死。所以经过千万年的演化，海水鱼为了能够安全快乐的生活在海水中，它们体内的渗透压其实是非常高的。那这些渗透压呢，主要来自于氨基酸的小分子，或者是氨基酸形成的盐类，其中有2个非常的重要，其中一个叫做甘氨酸，这个吃起来呢是有海鲜的甜味，另外一个叫做麩氨酸，这个就是一般味素的主要成分，也就是日本人说的乌妈咪。所以海水鱼为了适应海水中的环境，它体内就带有大量的风味分子，这个是淡水鱼所没有的。所以如果淡水鱼想要像海水鱼一样好吃，除了添加人工的味精之外，原则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好，然后再来第2问，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海鲜煮得好吃呢？这个部分我想要也分成2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去除海鲜的腥味，另外一个方向是如何保持海鲜的肉质。首先刚刚有讲到呢，海鲜里面呢有大量的氨基酸胺类的物质，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氧化三甲胺。氧化三甲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如果它接触到空气，它很容易被还原成三甲胺。这个三甲胺的挥发气非常的重，而且味道非常的臭，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鱼腥味。但这个三甲胺的腥味呢，其实是很容易去除掉的。首先第一个，它溶于水，所以海鲜买回来之后，应该要做一下简单的表面清洗，让表面的三甲胺可以被冲掉，这样腥味会大幅的降低。再来第2个呢，是当三甲胺遇到酸的时候，它可以重新变成溶于水中，而不是具有臭味的物质。所以这又是为什么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烹煮海鲜的时候，都喜欢用醋或者是柠檬去降低海鲜的酸味。再来第3个，也是台湾人常常用的，在烹煮海鲜的时候加酒。加酒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盖，因为这样可以让酒精挥发的时候带走大量的三甲胺，这样吃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腥味了。再来第2个呢，讲到海鲜的肉质，在舒肥鸡的影片里面我们有提到过，其实大部分的海鲜是没有什么结缔组织的，当然还是有少数的例外，比方说像鲨鱼，但绝大部分的海鲜结缔组织是远较于牛肉、猪肉等等的少的。那这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呢，海鲜最佳的烹饪温度其实非常的低，因为我们不需要溶解结缔组织，所以海鲜最适当的熟度其实大概只有50到60度C。
那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加了酒之后海鲜就不会老，其实这还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简单看一个表格，如果海鲜最佳的烹饪温度是50到60度 C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用酒去煮、用水去煮，或者是任何其他煎炸的方式，都是远高于50度 C 的。所以海鲜不管用什么方法煮，其实都很容易变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2个，第一个就是用舒肥机严谨的控制海鲜烹饪的温度，再来第2个呢，就是严格的控制海鲜烹煮的时间。那当然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用舒肥机去烹煮海鲜，因为真的很麻烦，我本人就非常的不愿意。所以其实我个人呢，其实是没有用过舒肥机煮海鲜的，真的太麻烦了。我个人呢，就是加酒去煮海鲜，然后尽快的拿起来，一熟就拿起来，这样就刚刚好。那我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吃烤鱼，烤或者是煎炸的鱼，由于表面有产生梅纳反应的关系，所以它的香气是远高于水煮的。但是由于烤跟煎很容易让海鲜变得更老，所以世界各地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想办法减缓这件事情。我个人最喜欢的烤鱼方法是把鱼退冰到室温附近左右，擦干鱼的表面，并且抹上盐。抹盐可以让鱼的表面稍微脱水，由于水的挥发热其实是很大的，水越少的状况下，鱼就越容易产生梅纳反应。所以我把这个表面脱水的鱼放进450度 F 左右的烤箱，温度要稍微高一点，这样就可以很快的让表面产生梅纳反应，但是中间的鱼肉温度还没有太高，不会太老。那再来，其实还有第3个重点，就是海鲜可以吃起来这么有风味，是因为海鲜的体内有非常多的小分子，所以如果你是用水烹饪海鲜的话，其实这些小分子还是会因为渗透压的关系流失到周遭的水里，造成风味降低。所以如果你不怕咸的话，理论上烹煮海鲜应该要用盐水。那其实我个人有试过这个方法，用盐水烹饪的海鲜真的味道会鲜美非常非常的多，只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很咸。所以如果你本人呢口味比较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如果像我口味比较清淡的话，我是宁可稍微牺牲一下海鲜的风味，也不要让它那么咸啦。那最后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市面上其实充斥着非常多假海鲜的问题。其实说是假海鲜可能也不至于，只能说是他们严重的误导消费者。比方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吃的鲟鱼绝大部分已经不是鲟鱼了呢？现在市场上的鲟鱼很多都是用比目鱼替代的。那如果用比目鱼就算了，很多市场上的原鲟或者所谓的台湾鲟鱼其实都是鱿鱼。鱿鱼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消化的，它对有一些人而言其实是有毒素的，所以孕妇或小孩吃了之后，很可能会因为拉肚子不止而住院。其实这问题是可以蛮严重的。那还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鲔鱼罐头，其实里面放的都是煎鱼。那也有一些鲑鱼呢，其实是用鳟鱼来替代。这些说坦白了，都是因为海鲜滥捕。海鲜滥捕造成鱼种缺乏，已经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我觉得其实有2个。第一个呢，是因为大部分的海鲜捕捞其实是在公海上，所以很难像陆地上的保育类动物一样制定一个比较严谨的规范。再来第2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习惯，这一方面是跟 marketing 或者是说所谓的行销方面是有关系的齁。就绝大部分的消费者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好吃的鱼好像就是那几种鲑鱼、鮪鱼等等，其他那些小杂鱼都不好吃。可是其实有很多新鲜的小杂海鱼是真的很好吃的。我们家的人都喜欢去渔港买那些新鲜的小鱼，其实风味上是完全比得上大型的鱼类的。但是对那些餐厅而言，行销这些有名的鱼还是容易非常多的，消费者就是喜欢购买这些有名的鱼，所以造成海鲜滥捕的情况更加的严重。那这个状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来看一下黑鮪鱼季的捕获头数。我们可以看到屏东的黑鮪鱼季从2000年开始，捕获的数量已经显著的下降了。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渔业方法退步，而是纯粹的因为大海之中的黑鮪鱼数量显著的减少。我本人呢是有 scuba diving 深潜的习惯的，这个鱼群减少的问题在 diver 之间也很常讨论。这10几20年之间呢，鱼量真的已经大量的减少，严重的冲击渔业跟观光资源。所以身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选购已经濒临绝种的海鲜。如果你在台湾或者是亚洲，可以使用台湾海鲜选购指南，
如果你住的是在欧美地区的话，可以使用 Seafood Watch。这2个东西呢，都是可以帮助你用鱼种的名字或者是产地的关系去判别这个鱼可不可以吃的。比方说呢，我自己在这边买鲑鱼是几乎不买 salmon 的，我会特地买 Steelhead。Steelhead 呢，其实算是鳟鱼，它的存量是远远高于鲑鱼的，造成的环境影响比较小，但是其实吃起来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啦。好，那又到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首先，第一个，海水鱼为了能够适应海中的环境，它体内的镁味的分子是远远高于淡水鱼的，所以淡水鱼永远不可能有海水鱼好吃。再来第二个，海鲜烹饪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腥，并且避免鱼肉变老。所以我们把海鲜买回来的时候，要先清洗，然后使用盐水、酸性物质、酒或者是高温去烹饪。但是呢，千万不要烹煮太久，避免鱼肉过老。最后第三个，由于海鲜滥捕的问题，市面上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海鲜是假的海鲜，也就是说，它用别的鱼去替代这个大品牌的鱼。那作为一个消费者，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跟保护自己，建议大家使用海鲜选购指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我们下次再见，拜拜。